面指点哦。OK， 好，就是马你这样站着了哈，右边女性，左边男性哈，2合1男女跳汤的，就这样哈。我是 Monica， 我姓陈，尔东陈 Monica 啊。那我们现在回旅馆，先回旅馆之后让你们休息一下，再来我们晚上有看他们表演秀。先吃晚餐之后再看表演啊。OK。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是阿根廷的布宜诺爱丽丝哦。这一趟的阿根廷的布宜诺爱丽丝呢，展开了我的特别之旅啊。先啊，因为当这的时候在我认识的这一次当地在接我们的 Monica， 陈小姐，也因为这一次的结缘呢，现在的 Monica 回到了台湾啊，在我们公司里面，哇，真的是一趟奇幻的阿根廷之旅。阿根廷的这个警察卡枪非常厉害，非常厉害。那阿根廷的这个警察工资也不高哦，刚进去的那工资呢才700块美金不到哦。那你如果再工作1-2年呢，他才增加过100-200美金哦，之后再300美金，所以他工资不低。那他不会为了他这么低的工资去冒险哦，所以呢，警察枪被抢也罢了，有点这感觉哈。那听到了 Monica 讲说抢枪的问题啊，其实这是当贫民窟来的哈。但南美每一个所在都有所谓的贫民窟，只要你不误闯贫民窟啊，基本上它的问题是不会很大的哦。不好意思，1816年独立啊，1810年是开始闹革命。5月25号，所以我们明天要去的5月广场呢，是以它那个命名5月广场。5月25号，1810年开始闹革命，但是真正独立呢是在1816年7月9日，所以这条大道以这个独立日命名哈。它最宽的地方呢，是我们前方看的方尖碑，最宽有140米的宽，140米的宽，有22个车道，22个车道，那平均呢是18个车道，18个车道。我们在后面呢，是从1536年到1810年一直占领的这个南边阿根廷最大，以前没有所省那个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巴西都是。这就是我头前所讲的哦，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伊的文化、伊的特色，伊特别的所在哈，就像人讲的，中国大陆有专业的乞食咱台湾呢有路边的乞食但南美这个所在呢有所谓的这个贫民窟哈。所以，当这个贫民窟来的呢，我们特别去了解到它这个国家的情况每一个地方都有危险的地方，不要片面的听说。我就问讲莫妮卡讲唔对哦，是说他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不要以讹传讹而他听到一个哇，什么讲当阿根廷做恐怖当他抢枪杀我没使去所以有时候以讹传讹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人家说可以没有知识，但不要没有常识有时候呢，以讹传讹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阿根廷，贫民窟跟一般的区域呢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正常人也不会进入贫民窟了来，我们现在来到了布宜诺爱丽丝，他们常常简称叫做布宜。这个时候在宫顶，阿根廷在南美洲是第2大的国家人口数是4000万有1/3的人拢住在首都布宜诺爱丽丝布宜诺爱丽丝。西班牙语的意思是好空气那为什么会说它是西班牙语呢？因为阿根廷是被西班牙统治过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个地方，南美洲除了巴西、
讲葡萄语之外呢，在其他的国家全部都讲西班牙语啊，这个是自由女神呢。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布宜诺爱丽丝布宜的市中心啊，我们听听看 Monica 为我们的介绍。南美第一个有地铁的国家，在1913年所以呢，这里的地铁有100多年了那到去年还是这个木头的车厢今年改变了这个车厢变成那个制作的因为有点危险的，已经是很危险的那种车厢那再来，当时经济是非常好。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这个风格呢都是欧洲风格，意大利还有法国的风格，所以没有所谓的阿根廷，其实是南美的后裔这个不好意思，那个欧洲的后裔殖民地那我们看一下我最右边那个是国税局右边这个是国税局，国税局的前方呢是经济部经济部旁边呢就是总统府。那总统府的这个左边呢，现在我们往后面看总统府的左边呢是国家银行国家银行的隔壁呢是银行区，全部的总银行都在这一带总部都在这一带。那在左边我们看到12根柱子那个有点像西亚的那种感觉，那个是古老的教堂，是阿根廷最古老的叫做大杜斯教堂它是15世纪的教堂，重修过7次有了这个样子是在1930年那这主要的教堂呢是一个只要是教皇回来阿根廷做弥撒他就会在这边主持。再来呢圣马丁的遗体在里面最主要圣马丁记得是谁吗？是阿根廷的国父，其实是阿根廷、智利还有秘鲁的国父在1816年圣马丁跟波利维尔解放了阿根廷，1818年解放了智利，再来1820年解放了这个秘鲁我们现在从广场边我逃过来个看也就是阿根廷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叫做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玫瑰宫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当时最有名的阿根廷夫人就总统就从这个地方呢开始呢哭泣也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这个电影的一个场景之一这个叫玫瑰宫它在节庆的时候会打上玫瑰色般的这个色彩在这里这个窗户就是当时的那个总统的所在，阿根廷总统及下属办公的所在地，那是阿根廷国家的最高行政，也是最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之一。因为外墙涂成粉红色，所以这个所在人家也把它叫做玫瑰宫。这个玫瑰宫呢，在阿根廷算是主要的建设场景之一那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呢，这一部旷世巨作真人真事改编的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里那所以呢，这个所在马西也拍片的一个主要的场景之一所以阿根廷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其实南美洲都是啦那在1996年全球上映讲述阿根廷的一位传奇性的人物艾维塔的一生呢，就是这个马丹娜所演出的电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当年马丹娜出任电影女主角，阿根廷人甚至群起示威啦，因为认为呢你不配演这个角色亵渎了他们心目当中的艾维塔夫人。就是阿根廷的人民精神领袖艾维塔，一个出生在中下阶层的私生女从默默无名的曾卡吉娜克的也头壳盖也美貌爬上了第一夫人的宝座，她简直就是幕后的总统所以刚刚那个总统府的，也就是艾维塔，我刚拍了个窗户，那就是艾维塔他妈的 H 位这个所在你去世之前呢，差点成为副总统你去世的时候呢，才33岁所以1919年出生于偏僻的农村，是一位非常有名，在阿根廷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所遗留下来，任何的一个后人为了纪念他，树立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我们这一趟还会去看看艾维塔，他的墓园呢，加就路很点参观这个墓园，对不对但是呢，阿根廷你没去这个地方，哇塞，基本上不可能的。像那所有来阿根廷的人一定弄了去参观这个《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部电影里面所拍摄出来的真人真事的传奇人物艾维塔来，我们现在继续往后走，过马路你看呢，我儿子站得那么高来，看我们下一个景点。来，我们进来了，这个布宜诺爱丽丝就在五月广场边这个大教堂华人常常把布宜诺称为布市，或者是呢布宜那真边边呢有这个大教堂仅次于大圣保罗地区，南美洲的第2大都会区比这个圣保罗巴西的圣保罗还要少一点点的布宜诺爱丽丝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是耶这个大教堂的淡五月广场之后，阿根廷其实你认真的要来说到的话，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历史故事啦我们从大都会博物馆一路行过来看得见主教教堂座1810年。圣马丁的遗体呢，就葬在这一个主教教堂里面了。16世纪初的时候呢，就把它建成了。经过多次的重建我们可以走到中央走道，跟它的圆顶，可以看得到这里面的新古典主义的立面，没有钟楼。内部呢，拢保留18世纪加珍贵的这个一寡伊的作品的地方这个就是圣马丁的遗体呢，就放在这里面了。圣马丁是谁呢？圣马丁呢是阿根廷的民族英雄南美解放者呢。圣马丁将军的陵墓呢，在这个大教堂里面，所以在大教堂的廊下的墙面呢，有一个圣马丁将军的纪念碑是1950年为了纪念圣马丁逝世100周年所点的一个火炬的当这个圣马丁咱今嘛看的这个不是这个官柜是在外面在这个大教堂的门口就有一个火炬，那个就是为了纪念圣马丁所留下来的，又被称为叫做阿根廷的火焰。左边呢，我们看到一朵花，
那朵花从远处感觉像郁金花但是其实就叫做一朵花。那一朵花呢？它白天早上8点开，它的花瓣。哪一朵花？现在说的那一朵花就要过去了哈。这个过来收窄了哈，就是这一朵花有没有哈 ？A 在开哈，刚刚还想说什么花哈 ？A 在开哈，按下关起来哈，到底有什么花啊？怎么这么奇妙啊哈？现在就带你来看看这一朵花啊，有没有看到哈？这两花哈，不锈钢的郁金香哈不锈钢郁金香啊，很特别啊那我们现在呢，在这边呢可以看得到，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很特别这个时间点呢刚好正准备进入了阿根廷的旺季，所以你也在到处看到回馈你敢看阿根廷特有的景色，专门的遛狗人人家有导盲犬，我们有遛狗人在阿根廷布宜诺呢，有钱的人骑过来，不是一到骑车坐只狗是有钱的人呢，无时间通什么遛狗，伊就请人来遛狗。这个人要遛狗的时阵呢，伊就来了呢，这根砍一只，迄根砍一只，迄根砍一只，甲恁兜的狗呢砍出来看出来外口细细老老的互伊今仔有法度活动咱台湾有那个狗学校它这个比狗学校还高档一点这个是贵妇狗出来逛街进来到布宜诺艾利斯的三角洲水道，这个是老虎城搭船游览东的这个有钱人所住的所在啦这个地方呢，你不要小看它有钱的人在这边买一块地就住在这个河道上面你看这里有这个专门这一条河道的加油站，有学校，有便利超商，跟一般你去看的水上人家不一样，这些有钱人，他们家买一块地，来家买一块地。来家变成上买一块地了呢，就担只起的了呢，逐工有粪扫车粪扫车是船啦是船过来给你载粪扫这就是当地有名的三角洲水道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算是呢，你有钱的时候呢直接在城市中间买一块地买一块地了呢，就担只去北中那你北中东人爱有河对不对要有河流我刚刚前面有介绍过，阿根廷在南美洲是第2大的国家，人口数为4000万人在这边呢被誉为全世界第3个最美丽的城市。阿根廷就有如探戈一样，带给人们挑逗、诱惑、热情、狂放的感觉。而探戈的发源地呢，也就在阿根廷在欧洲殖民时期所留下来的最好的东西，要干嘛？这个就是垃圾船所以今天的这个三角洲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刚是有钱人没有啦，这个就是有钱人在这边啦，有没有每天从你家走到这个码头这边呢，有人 BBQ 啦有人在那边烤肉啦你的这个粪扫呢，你的坑里贝塔尊驾主人来给你载去很特别吧？那框一块地起来呢，就在这个三角洲地方呢，盖起了自己的豪华别钟一块地拢种地种到真好四角填什么填河填河造地
阿根廷呢，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了啊。我们一路上前往这个大道公园，今天主要是在布宜诺爱丽丝这城市的游览哦。西班牙西班牙语在阿根廷有超级的这个人种分别西班牙语讲不好呢，他们呢不太会理你这是阿根廷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阿根廷嘛，有西班牙通敌鬼所以呢，阿根廷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这个名叫做啥回了？这当地的人呢很懒散懒懒的第二个是什么？他们遗留了下的南美族群遗留下的南欧族群一样加暗等的时间弄做晚上8点7点以后才吃饭这个是它最有名的7月9号大道我们现在在7月9号大道这里叫做科隆剧院规个城市就以7月9号大道7月9号大道做它的城市的中心点而放射出来7月9号大道有没有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布宜诺那我们这个车子呢，巴士也很特别也很特别。现在这条7月9号呢，非常的宽敞，也非常的美丽。那我们在这个科隆呢，你看看车临时也停的在阿根廷呢，巴士非常非常的贵你有几个人看来在这几个人的车要这个大价别小看这个国家收起来的这个价格呢，吓死人了来，你看这边有无？这啥真特殊人家还有自己灌风的行你无风啦，因为阿根廷腹地很辽阔行你无风啦所以呢随时插一个灌风的无风的时候呢，直接把风灌入去真特别。人家台湾是有胎压侦测器啦我们不是胎压侦测器我们直接呢就把风灌里来对啦所以我就说这个每个国家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啦都有不一样的来这个高跟鞋的桥在这个河港口旁边呢，布宜诺爱丽丝的河港口旁边呢，看到这个以高跟鞋造型做成的桥旁边呢，我们准备呢在城市旁边呢继续游览但这个布宜诺爱丽丝慢慢的逛赞当然呢，在这一段呢，我们也看看我们的那个Tango教学我们的 Monica 准备要来教咱按怎跳Tango来到这边呢。我们当然在晚上也有安排了跳Tango的舞的表演让大家欣赏。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个跳舞以后还是不要排好了大家都困去啦太累了啦。舞民的右脚，弯一下，这边后面直一点，这样子，这边弯一下，后面直一点，OK， 好，你这样站着了，快点打。弓箭步啊，对的。脚扣脚，好，你要抓住我的，好，来，好，这边就是我们看那边的右边女性，左边男性2合1男女跳汤的，就这样拍照。你赶紧起来！为什么是2合1男女跳汤的吗？哎呀，后面。17世纪的教堂，第3古老的教堂。当时黄热病的时候，都来这边来祈祷，黄热病就好了。它叫做鲁汉圣母院。
旅游行程当中非常非常少见的一种行程呢，就是来参观夜总会。很多人会觉得它触眉头，其实不是哦。这个地方呢，是主要来看看阿根廷的国母啊，国母啦艾维塔艾维塔啊，阿根廷的国母，她就葬在这个地方哦。她利用很多人说，她利用女人天生的武器美貌呢，一步一步的向上攀升哦。那但是呢，其实呢，投入慈善，她的生命力，她毕生的这一个精彩的生活呢，虽然她在33岁就过世了哈，但是呢，她是阿根廷的第一夫人哦，她也是阿根廷人民心目中的国母。她成立基金会，捐助了非常多的物资给阿根廷穷苦的民众啊。阿根廷的平民百姓呢，及普罗大众来讲，他的地位跟身份呢，非常的崇高哦。但这个所在呢，也可以看得出有钱人跟无钱人哦。你若家族较有钱吼，愈起愈大间啊，愈起愈大间。每一档呢，这不是买档的哈，每一档呢，阿哥爱交钱哦，给他交钱政府哦。所以条条拢安尼吼，这个梦呢，愈起愈大，愈起愈大，去到一天，我会花伊后代子孙啊无钱啊，要安怎吼啊？就愈起愈细间，愈起愈先开始刷位啊吼，然后原来大间的一间的让给别人吼，这个叫租赁制啦，租赁制，你只有租用权啊，只有租赁权。那当然呢，如果你要租免钱的也可以啦，就是你对这个国家要有贡献嘛吼，你要有贡献之后，你进来这里面呢，你就台面钱啊，有无啊？你讲的恐怖不？其实不太会哈，这个阿多啊真厉害哈，他可以把一个让人们看了会害怕的东西呢，盖得让你不会害怕哦，盖得让你不会害怕，就是很特别哈。有没有哈？这个的梦不是讲哈，那一个一个十字架，而是一间一间啊高等的哈，这个就是有钱人哈，在平均一个月租金嘛，要3000块的美金，相公阿根廷的善价，它只是呢贫富悬殊非常的大啊，来到了非常重要的他的第一夫人呢。有没有来自于从非洲引进来的花哈，在这里面呢，在整个路上都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花哈。而我们现在也要经过世界上最有名的迪亚哥阿曼多马拉多纳啊，就是波卡队出身的，而波卡也是现在阿根廷队当中最强的一支队伍我们沿路上呢就可以经过在阿根廷足球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在咖啡厅啦、酒吧啦，其他的足球粉丝呢都会为支持的队加油。波卡有没有看到而有钱的背包客呢，直接他们家买钱的他们进来在看球迷呢，在南美洲简直是国家盛事啦，比国庆日还要重要所以看足球赛算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呢，因为你必须要这些疯狂热情的球迷呢，要很小心这一个黄色蓝色的底的这个叫做波卡球场波卡球场那我们刚刚从这个贵族墓园内有阿根廷第一夫人的墓地呢，艾维塔来到了这个旁边，这里看到的是波卡球场，有没有波卡球场刚刚那个是57号墓地这个乱世奇女子的墓园加厉害了，非常的特别既高贵又典雅
那我们现在呢，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呢，是五彩缤纷的拉波卡地区最有名的贫民窟，阿根廷探戈舞的起源地，也是最热闹的喧嚣的旧港口观光区。阿国传奇金童、足球金童马拉多纳的故乡。这个街道充斥了艺术 romantic 的气息，到处你也在看的男男女女成对的在马路边跳探戈哦。以前有当一寡餐厅头前会跳探戈哦，跳探戈，这嘛是哈，跳探戈哦，这简直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哈，一跳一整天去了，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他们这个地方呢，是利用一整停在旧港口的精修的保养船哈，将这个船架呢，这个擦身以后呢，擦上这个油漆以后呢，就把它变成了这个。非常漂亮的港口。以前的船啊，它要油漆嘛，要不用这个准哦。船呢，颜料呢，都稳定了出来底哦。但因刀的这个铁皮屋、跟木屋呢，擦上这个色，所以呢的变成呢五颜六色。现在五颜六色呢，因为伊个擦是擦船啊村的嘛吼，所以呢，这擦船啊村的油槽条无搞了呢，伊就加一罐啊，这面墙啊，我擦蓝色的，哎呀不够了，这一面墙我擦绿色的，哎不够了，这面墙我擦红色的，七凑八凑就变成了很有特色的艳丽楼房，也是阿根廷重要的观光景点。波卡区也是阿根廷街头画家的集结地。区内到处都有卖画的啦，艺术味的小摊贩啊，但是当然的小偷也特别多，但是还好哦，治安不会有危险，但是小偷很多哦，小偷很多。这个Caminito哦，Caminito这里可以这条路叫Caminito哦，来非常特别有特色的地方。那边，那边。咱们这餐厅呢，你若有机会有闲吼，会使去食牛肉吼。
传说当中，阿根廷的牛肉是世界上上好的牛肉吼，真济真俗哦。大家呢，街坊巷弄会使看到吼，因这真济大门口咧跳这个探戈吼，你甲翕爱钱的哈，伊这踮遮跳主要佫有吸引人会使行入去啦吼。踮即内底拢希望你去来食牛肉吼，食牛排。而且这餐厅呢，你毋通讲6点要来食啦，8点9点才开始出门，9点是正常的啦，8点是团体较咸吼，要较早来吼，啊无踮阿根廷食暗顿拢暗下，9点了才有开始吼，因这个下晡佫有困中昼的时间，下早呢10点以后才上班啦吼，下早像你甲你遐早上班哦，都毋你歹命来讲吼，对阿根廷来说啦吼，在台湾这间店爱倒啊吼，晚上9点才让人家吃饭哦，那民族性不同啊，就真的不同哦。在阿根廷前往大快朵尼的牛排餐哦，在阿根廷的牛非常的有名啊哦，波卡区哦，现在来看看呢，最早以前的波卡区人民如何的生活，它的老旧房子插上了这个油漆五颜六色，反而变得别有一番新意。好了，今麦看了这个所在呢，嘛是布宜诺爱丽丝上界有名古迹，嘛是上界大的这个册店哈。这里面呢，号称呢阿根廷最大的书店，而且这里面呢，把整个书局呢布置的好像古典艺术一般的美丽啊。
来，隔天早上我们准备前往哪边呢？准备前往阿根廷的另外一个重点，咱今天拢是淡布宜诺爱丽丝这些些观光，但是呢，我们将前往在南美洲的另外一个重头戏喽。我们现在要前往阿根廷最有名的冰河国家公园，怎么去？当然是坐飞机啦哈，在南美洲到处都是要坐飞机的哈，几乎每2天要换一班小飞机哈。较紧啊，因为南美洲太大去啊。卡拉法特，是这样的，这边呢，他们车子就是或者是19座的小车。You are welcome to the Calafate Los Glaciares National Park area. My name is Bruno. Remember, you are welcome, really, and enjoy this one.